告辞。免礼。恭喜宿主觉醒废柴逆袭系统，本系统将辅佐宿主开启一条逆袭之路。逆天改命，等等，我有混元灵根先天混沌道体，你确定我是废柴道子？资质低劣，被无情家族扫地出门，带着妹妹在外颠沛流离，历经蹉跎，你真甘心吗？你不想改变命运吗？我今年21岁，已经是金丹巅峰，掌门亲传的关门弟子，九霄仙宗年轻一辈第一人，宗门未来的掌门就是我。你这破系统，绝对是绑错人了吧？经系统反复核查，宿主身份确认无误，现在开始发布新手任务。不久前，赤虎堂堂主雷猛看上的你妹妹林渊，并威胁要强娶她做妾，请宿主立刻奋起阻止。什么狗屁赤虎堂，马上就要闭关突破元婴了，哪有闲工夫去管这种练气息小喽啰的闲事？爱谁谁吧，不去。来都来了，打看看看。大道集团元始天经1亿逆袭积分，先天鸿蒙至宝猎神神戟8000万逆袭积分，上古神皇血脉九转还魂丹。我操，你这狗系统有点东西啊！虽然让我一个圣章道子去打炼气3层的小喽啰，传出去丢尽了宗门的脸，但是这一波干了。找到了。小娘子，你那个短命哥哥在死之前就已经把你许给了爷，以后只要你乖乖听爷的话，保准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，否则，哼！呸！不是东西，我哥哥明明就是被你设计害死的，我恨不能立刻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，替我哥报仇。哼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啊，给老子上，抓活的！小东西，爷看上你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老子今天偏要绑了你，看你还能狂到几时！不要！救命！哥！这怎么回事？就你们这种垃圾，也配抢我妹妹？恩公，你也叫林岩？阁下到底是谁？洛星镇这种穷乡僻壤，怎么可能有您这种强者？你就是赤虎堂堂主雷猛。正是小人。前辈，您若是有什么吩咐，请只管开口，小的一定照办。求您当老子是个屁，给放了吧！确认是你就行了，废话真多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系统将开始修复您的丹田和经脉。兄弟，我算是弄明白了，你才是正主吧？被你昨天没来得及觉醒这破系统，连个新手大礼包都没的小喽啰给弄死。原本你能靠着系统一路开挂大杀四方，现在倒好，坟头草都快长出来了，这外挂反倒砸我头上了。好家伙，这蠢系统的奖励竟然真有效果！我原本就是先天混沌道体，经脉丹田早就远超常人，这系统居然还能在这个基础上把我的气海再次拓宽。虽然过程无脑了点，但这奖励真香啊！谢谢前辈为我哥报仇，大恩大德，林瑶无以为报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不足挂齿。前辈神威，不用喊我前辈，既然你哥叫林岩，这也是一种缘分，以后叫我一声林哥就行。林哥，乖。斩草除根，方能永绝后患。丁，新任务发布，逃生之路难度4颗星。任务描述：经历一番惊险苦战，你以凡人之躯艰难打败了炼气3层的赤虎堂堂主雷猛，重新踏上了修行之路。但你诛杀雷猛的行为，即将引起赤虎堂的疯狂报复。惊险苦战，艰难打败，你管这叫苦战？任务目标：带着妹妹林瑶逃离洛星镇，并在赤虎堂的绝命击杀中存活下来。任务奖励100逆袭积分，5粒上品聚气丹，200下品灵石，开放顿悟功能。追加奖励条：消灭赤虎堂另一位堂主苍雄。追加奖励：适当提升宿主地裂不堪的灵根资质，获取天赋扮猪吃虎。神他妈绝命追杀，神他妈低劣不堪的灵根。就算我冲着这扮猪吃虎的天赋捏着皮子接了这任务，可是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一个区区炼气5层的蝼蚁有勇气来追杀我这个金丹大圆满的圣天道子？我是不是得先把自己的手脚全打断才行？雷猛，快滚出来受死！再不交人，小爷今日就平了你们这破烂赤虎堂，替我表弟讨个公道。林哥哥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为了我哥哥，竟然愿意招惹这么可怕的帮派。嘘，配合点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堂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个来历不明的修士。慌什么？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慢慢说。
那人自称是李衍的表哥，口口声声说要找雷堂主报仇，他邪门的很，已经打伤我们好几个弟兄了，连招牌都给砸了。修士，哼，我还当是惹了哪路神仙。仔细想想，真正的强者个个心高气傲，要是真想灭我赤虎堂，直接一巴掌就拍平动手，用而且只是打伤门口至打死。更何况，他就证明他心机不这群没有修为的凡人帮众狠，这种色厉内荏的愣头青，档次高不到哪儿去。老子当年虽然资质低劣，被修仙宗门扫地出门，但这炼气5层的修为，在凡俗也是土皇帝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堂内兄弟集合，随我出去会会这个闹事的毛贼！原来特么是个炼气3层的毛头小子，敢来赤虎堂撒野，你活腻歪了吧？小子，假如今天不说出些门道来，你怕是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了。门道，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，小爷我乃是九霄仙宗的当代道子，今日特地来为我表弟报仇，识相的赶紧跪下受死！九霄仙宗道子，就凭你！哎呦我的妈呀，笑死老子了！臭小子，编故事也要编得靠谱一点。九霄仙宗随便出来个杂役，都能把赤虎堂碾成灰。哼，堂堂道会像个小混混一样当街叫阵，老子要是信了你的鬼炮，那才真是瞎了狗眼！兄弟们上，把这个冒充圣天道子的毛贼剁成肉泥喂狗。至于他身后那个小美人，务必活捉。老子现在火气很大。林哥小心！哎呀，不好！他们人多势众，快跑！怪不得敢来叫阵，原来手里有件极品法器。都给老子追！谁要是抓到那小子，本堂主重重有赏！你这智障系统真特么离谱，非要设定什么在追杀中存活下来，老子一个金丹圆满。为了配合你这破任务，还要故意留下一路脚印，生怕这群练气期的废物跟丢了。林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刚刚不是还在逃命吗？怎么突然停下来骂天了？没什么，逃命的游戏结束了，咱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，后面那群白七马上就会自己跑过来送人头了。等敌人？找到了！这次看你们这对狗男女往哪儿跑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嘿嘿，小子，刚才在堂口不是很狂吗？现在还不是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老子毒死在这里？交出法器和那个小丫头，老子留你一具全尸！终于追来了，知不知道我为了等你们，站在这儿吹了多久的风？你意思就是你们这群蝼蚁可以下地狱去领盒饭了。这股气息，金丹期大能，你他妈不是炼气3层？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一城之路武力上品巨大系，奖励1项品灵石，顿悟功能逆袭机会，宿主完成追加任务，奖励1次强化灵根的机会，死亡背负后能无人能看穿宿主你的修为和资质。好爽啊！我的体容灵根居然又蜕变了，这蠢系统，但这给的奖励确确实实是逆天改命的造化。还有这扮猪吃虎的天赋，简直是老阴笔，是装叉打脸的绝世神器啊！丁，新任务发布，逆袭从杂役弟子开始。我堂堂九霄仙宗道子，未来的掌门，你让我去当倒浇水的杂役弟子？我收回刚才的好评，你还是个脑残！林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我大好人，不仅本领通天，更难得的是怀有一颗大慈大悲的人善之心。我终于明白林哥刚才的良苦用心了。我有什么良苦用心？您刚刚那一击威力惊天动地，若是在洛星镇内施展，必定会波及无数无辜百姓，所以您才不惜自降身份，假装拜派，特意把这群人渣引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解决掉，这不是侠义人心是什么？林哥，受我一拜。那什么，你真聪明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他们不太顺眼罢了。其实我只是怕在镇子里，他被我那好面子的师尊知道我被凡人追杀，会去把我皮给扒了。什么动静？果然
然来了。这脑残系统给的剧本真是又俗又烂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又是那种烂大街的废材料套路。待会儿非洲上会下来个瑶池仙女，一眼看着我身后这个凡人小丫头是绝世天才，然后要把她带走。顺便因为原主资质太废，被仙女无情嫌弃，原主只能留在原地，无能狂怒，发誓30年的狗血连铺茶小说都不加不敢写。哎，算了，看在系统给了神级天赋的份，当在玩沉浸式修仙游戏了。整天闭关也确实无。林师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楚师兄和白仙子。我偶然游历至此，发现一伙名为赤虎堂的歹徒为祸一方，顺手灭了，救下这个小姑娘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一群碍眼的凡人蝼蚁而已，杀了也就杀了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白仙子，既然刚才那道惊天动地的法力波动是林师弟弄出来的，咱们就继续赶路吧。来，我再送你一段路程。不是大哥，这里离咱们九霄宗山门10多万里了，你送客送到这儿就已经够离谱了，你他妈还想继续送？白仙子，此去瑶池仙宗路途遥远，魔道妖人肆虐，你们一群弱女子在路上恐怕会遇到危险，不如让我随行左右，贴身护卫你们平安回归宗门，可好？啊！你管堂堂元婴后期的瑶池圣女叫弱女子，人家化神婴中期哪来的脸说要护卫她好吗？九霄第一深情，非你莫属啊，师兄！见过林道子，至于楚师弟，就不劳烦你相送了。我们瑶池仙宗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还轮不到别人来操心我们是不是弱女子。林道子，实不相瞒，你身后这个林月小姑娘体质极为特殊，怀有一种极其罕见的隐藏灵根，刚好与我们瑶池仙宗的至高传承完美契合。不知林道子能否行个方便，让林月她拜入瑶池仙宗？若你同意，全当灵犀欠你一份天大的人情，日后必有重谢。瑶池圣女的天大人情，林爷你特别还在犹豫，要是我做梦都能笑醒好吗？我恨啊，为什么这好事没轮到我？抱歉，白仙子。对，拒绝他，得罪他，这样仙子就会想起我的好。小月她并非我的私人奴仆，我无权处置她的未来，如何选择应该让她自己决定。小月，你愿不愿意成为瑶池仙宗的弟子？林大哥，我愿意。只有拜入瑶池仙宗，变得像您一样强大，我才有机会报答您的天恩。好，白仙子，小月日后还望您多多照顾。这九霄道子不仅气度不凡，待人接物竟如此谦逊有礼、正直仁厚，居然会在意一个凡人小姑娘的想法，真乃千乃君。林道子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瑶池仙宗绝不亏待于他。多谢林道子成全，灵犀日后必有后报。楚师兄，若没什么事的话，师弟我先回宗门了。哎呀，我懂了，我一个大男人混在人家的非洲里，确实有损仙子清誉，怪不得白仙子不接受我的好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暗中随行，只要能保证白仙子的周全，我楚惊鸿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师弟你自己回去吧，我去也。我操！我一直以为这大师兄是个正常人，没想到竟是个顶级舔狗。我现在终于明白师尊为什么跳过他选我当道子了。这尼玛要是让当了掌门，怕不是要把整个九霄仙宗打包给人家当嫁妆了。道子回来了，见过道子。免礼，你们先下去吧。顺便告诉梁执事，除非有天塌下来的要紧事儿，否则不要过来打扰我闭关。之前完成了2个任务，攒了150点逆袭积分，这积分在商城里连根本都换不起。不过正好可以试试新解锁的顿悟功能。打开顿悟功能，九霄玄天诀是我主修的力道之基，就它了。系统顿悟九霄玄天诀。原来如此，平日里想不通的功法死结，竟然全解开了，这感觉简直醍醐灌顶。顿悟结束，我操！150点积分，居然只能维持不到半息的时间，但是这效果太恐怖了！这区半息的顿悟，竟然硬生生帮我破开了突破元婴前最坚固的关隘，至少省了我1年的苦修，加上之前系统强化过的灵根，我现在完全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完美凝婴。让我看看这慷慨的系统又给我发了什么送分题。既然有系统在身，只要好好完成逆袭任务，早晚有一天能让他另眼相看，把你踩在脚下，不对你刮目相看。我刮开你姥姥的脚！这他妈有什么脑干缺失的弱智剧本？突破到炼气2层我也就忍了。落峡谷是个什么鬼地方？我堂堂九霄仙宗的圣真道子，未来的掌门，你让我叛宗区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 K 当子，扫地还是倒夜香啊？这要传出去，修仙宗道子叛宗而出，甘愿混迹小宗门当杂役，背后原因令人暖心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暴露身份。这任务我捏着鼻子做了，但哪怕是被打死，也绝不能让人认出我九霄道子的身份。幸好有1个月的缓冲期，我得先把宗门里的事安排好。道子，掌门急召，让您速去主殿一趟。师尊召见，弟子见过师尊。糟了，师尊可是河道境大能，难道他看穿我绑定了系统，还是发现我堂堂道子被凡人追杀了10几里路？
起来吧。咦，数日不见，你的进境居然如此之快。原本为师还以为你至少还要打磨2才能结阴，现在看来，你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要突破。至尊慧眼，弟子不久前忽有所悟，这才精进了一些，侥幸而已。好，你这孩子倒也争气，比你那个招掉的大师兄楚静芬强多了，还马上要去不着调这光荣称号，就轮不到大师兄。师尊过誉了，大师兄才华横溢，修炼刻苦，弟子愚钝，万万不敢与大师兄比较。哼，你小子从哪儿学的这般圆滑？你借道子之位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整个九霄仙宗，多了我审慎持重的回有归，听明白吗？师尊教训的是，弟子谨记在心，绝不做出任何有损宗门威莽之事。林岩，你可知此界广大，修道之事如恒河沙数，能结阴者万中无一。你单成极品突破元婴问题不大，但元婴之间也分参壤之别。弟子洗耳恭听。最低点的道修灵力分薄的，道修子府上清晋升无望，子府有2换化神几率，上清有5成。为师当年凝成的便是神华元婴，至少有8成几率成就化神。至于天道元婴，古往今来寥寥无几，那是真正的天命之子，现世乎从未出现过。你大师兄楚金红资质极高，本仙前途无量，最终只弄了个上清元婴，差了一筹。大师兄果然是九霄第一深情，为了瑶池圣女，连前途都不要了。这次为师力排众议，让你在突破前接任道子，便是为了让你破除干扰，坚定道心。要知道，除了你之外，其他圣地的道子圣女凝的全都是神华元婴。若你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师尊放心，弟子定当不辱使命。为师这几日感悟大道，马上要闭关，原本打算让你去内务殿跟着苏殿主学习打理宗门事务，不过你结阴在志，此事作罢，你还是专心修炼吧。师多还吃力不讨好，真要去了，我还怎么抽身去做系统的任务？师尊，闭门造势游历一番，感悟天道，寻找结阴的契机，还望师尊恩准。也罢，出去走走也好，记住万事小心。若遇险不敌，切莫逞强，及时退避，事后交给宗门长辈处理。弟子谨遵师尊教诲。我在外面做任务，碰到打不过的，就能名正言顺的从宗门摇人了。有修仙嘛，出来混，除了修为，还得讲背景。不是说落峡谷要招收弟子吗？怎么还不开始？我干粮都快吃完了。据说落峡谷考核极严，淘汰9成以上，留下的也只能做杂役弟子。坚持不住就赶紧滚！你们这些穷酸下等人，本来就没资格修仙。哼，早点识相退出，省得碍本少爷的眼。赵天豪，修仙看的是灵根天赋，谁高谁低还不一定，你凭什么看不起人？苏清月，过来，你告诉这个土包子是谁的资质更好？赵哥他已经找仙师测过了，他是木水双灵根，是万中无一的修行天才。双灵根，天哪，居然是双灵根！废物听到了吗？不怕告诉你，你这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以后离他远点儿，不然打断你的狗腿。清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陈峰，我已与赵哥私定终身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！陈峰这小子天生命贱福薄，一个人走荒山野岭，说不定就会被哪只妖兽给叼了去，到时做了孤魂野鬼，可怪不到老子头上。少爷说的是，这小崽子蹦跶不了几天了。退婚夺妻，天才恶霸踩废柴，真是经典的流水线剧情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安安静静完成我的杂役任务就行了。遭遇特殊事件，隐藏支线任务激活，气运之子尘土手中救下气运之子尘封，并结下善缘。任务奖励50逆袭积分，200下品灵石，获得一定气运增长。气运增长，这种送上门的好事，傻子才会放弃。气运之子是吧？你的金当腿，我抱定了。林长老，这孩子眼看就有性命之忧，他也是千里迢迢来求道的。若真死在咱们山门外，要不派个人护送一程？莫长老此言差矣，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为区区儿女情狂就放弃执着掉级，心性浮躁如斯，日后能有什么作为？就是为提前淘汰这种心智不坚的废物。林清源，那个叫赵天浩的小子是你外甥吧？小小年纪就仗势欺人，心个败类，你招进来作甚？哼！修仙界本就是成王败寇、弱肉强食，只有杀伐果决的人是难得的仙苗。要不是我苦口婆心，他还不一定来咱们落峡谷。按照门子里，他赵天浩要是过不了心性这一关，老夫绝不同意他入门。2位长老都是为宗门着想，何必做这些无谓的争执？他毕竟是特地来求道的凡人，既然遇上了，就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在山门外。2位长老且忙，我亲自去救他一次。至于之后他是死是活，
全凭他自身造化。为什么清月宁愿跟那个人渣，也不要我？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明明我们马上就能一起进入落峡谷了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戒指好像在叫我。好诡异的花纹！不行，我得在天黑前赶快离开这边死定了，不然遇到妖兽就死定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嘿嘿，我们少爷说了，怕你一个人不安全，特地让我们兄弟几个来送你一程。小兔崽子，乖乖受死！老子给你个痛快，不然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呸！死到临头，废话真多！一起上，宰了他！难道我今天注定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兄弟莫慌，我来助你！好了，陈兄弟，没事了。请问您是？我叫林昭，是个散修，也是来参加落峡谷入门测试的。刚才看你被那个小胖子欺负，实在气不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。多谢林兄救命之恩，陈峰没齿难忘。我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陈兄不必挂齿。来的还挺快，幸亏我特意把修为压制在炼气2层，只会用真气附着拳脚，完美符合我这个21岁大龄菜鸟散修的人设。落峡谷的门槛我算是摸清了，气运之子，这金大腿我抱定了。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获得50逆袭积分，200下品灵石。宿主与气运之子结下善缘，气运大度增长。松子干得漂亮！以后这种揍几个凡人恶霸就能蹭气运的支线任务，有多少给我来多少，哥们儿绝对承受得住。哎呀，这虐菜的感觉真香！真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荒山野岭随便摔一跤都能捡到这种连我都看不透材质的宝贝戒指。按照套路，这戒指里10有8九藏着个随身老爷爷吧？换做一般反派，现在肯用系统的多，但我高端玩家抢运之子的东西容易遭消善缘，疯狂蹭气运辅佐，这才是最稳妥的白嫖方式。陈兄弟，危机解除了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回去参加测试，从哪里跌倒与我有杀身之恨，这笔账我要亲自和他算清楚。双灵根的天才又如何？等我加入落峡谷，踏上仙途，必将10倍、100倍奉还给他。好，我知情有知情，非要得罪气运之子，得罪谁死胖子？怕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。他怎么活着回来了？你没死？你不是骨头硬要走吗？怎么还有脸滚回来？还有，我好心派了几个手下进山护送你一程，他们人呢？姓赵的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！你明明是派人进山要杀我，还在这装模作样，简直人面兽心，猪狗不如！杀你？你有证据吗？拿不出证据就少在这里胡乱攀污，否则休怪本少爷翻脸无情！你……哦，你说你那3个手下呀，他们天生福薄命贱，都是些短命鬼，进山没多久就不小心被野兽叼走吃了。我劝你还是节哀顺变吧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？忘记自我介绍了，被人名叫林周，是个散修。以后陈峰这个人我罩了，谁要是敢欺负他，就是跟我林某过不去。行，算你们狠，我们走。今日若不是林大哥出手相助，并为我解围，小弟恐怕……陈兄弟，你我之间颇为投缘，自家兄弟不必这般见外。堂堂气运之子给我当小弟，这感觉简直爽翻了。至于赵天昊这种低级反派，本道子连动手踩他的兴趣都没有，免得脏了我的鞋。让诸位久等了，今日大吉，落峡谷入门考核正式开始。门规所限，凡是古龄18岁以上，
且尚未开始炼气的凡人，请即刻下山。若有炼气境的散修同道，修为每高一层，年龄限制可放宽2岁。所有不符合要求或在考核中被淘汰者，皆可从落峡谷领取路费，自行离去。是她，这女修看起来不过18、19岁的年纪，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造了筑基后期。真没想到，这小小一个落峡谷，居然还藏着这等逆天的人物。哼，既然都不肯走，那就开始吧。台测灵石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仙宗岛那种极品测货，原来只是一块初级测灵石。系统给的半株赤虎天赋，对付这玩意儿足够了。灵根资质乃是大道之基，没有灵根，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无法踏上道途。考核第一关测灵根，只有灵根资质在4灵根级以上者，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所有人排好队，把手放上去，测灵石会自动显示你们的资质。先生您看，有反应了。5灵根不合格，下一位。金土火3灵根，资质不错，通过，石头都没亮。你身上没有灵根，凡人一个，滚！没有灵根，不合格，下一个。哼，都给本少爷睁大眼睛看好了，什么叫真正的天才？好，非常好，赵天昊，木水双灵根，资质绝佳。通过！哦，竟然真的是双灵根！赵少爷威武霸气，赵少爷给力啊！废物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就算你活着回来又怎样？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林州4灵根，勉强通过。哥们儿都已经把修为压成这样了，脸也捏得这么平庸，居然还能吸引到绝美女修的关注和惋惜。哎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，当真是藏都藏不住。原主是个5灵根的废柴，系统强了一次才勉强达到4灵根。我要是真把混元灵根亮出来，这测灵石怕是得直接上杠的爆炸狗眼。不过嘛，我是来做卧底任务的，低调，低调才是王道。苏清月4灵根通过。下一个陈峰3灵根通过。我操，3灵根？不对啊！出于对气运之子的好奇，我昨天明明趁他不注意，用秘法偷偷探查过他的底细。他昨天分明是个勉强及格的4灵根，怎么过了一夜，资质直接进化成3灵根了？不见了，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难道是融入体内了？不愧是天道亲儿子，气运之子，这外挂开的，连我都看走眼了，恐怖如斯。这金大腿简直粗得发亮啊！很好，接下来进行下一轮考核，便可直接脱胎换骨，自动成为我落峡谷门下弟子。入阵吧！想抹除我的记忆，这幻生乾坤阵确实有点东西，能影响到金丹圆满的修士。可惜，哥们儿练过混元石炼诀，跟我玩洗脑，你们还嫩了点。救命！公子救命啊！嘿嘿嘿，美人儿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公子，求求你救救奴家！臭小子，速速让开！你要是敢坏了老子的好事，老子剁了你喂狗！哦，是吗？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奴家无以为报，只能……大威天龙，妖孽，装什么装？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公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这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之人？那个年轻小子反倒制服了歹人，还贸然上前触碰女子衣裳。唉，老夫看好的那个新人，遇到这阵仗居然惊慌失措，仓皇逃离。你们看那个行事极端之人，他居然把美女一刀捅了，然后含情脉脉地走向了那个男强盗。世间风气竟沦落至此啊！这幻生乾坤阵会抹除记忆，测试最真实的本性。看来这一批的男弟子心性实在不堪入目。长老，快看那边，有人完美干破了幻阵的第一关。且不说你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，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这荒郊野外？
就说你身上这件拖地的长裙如此碍事，你跑的居然比那个8尺大汉还要快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吧？最离谱的是，你在这泥的烂泥地里跑了这么久，一双绣花鞋上居然连丁点泥子都没有。大姐在这糊弄谁呢？特效也做全套好不好？就这，我还以为把它生擒了，能触发什么隐藏的特殊剧情呢，没意思。下一关。这个叫林州的散修不被女色所惑，遇事有勇有谋，明察秋毫，居然发现了此关卡的所有隐藏漏洞，确实算得上是完美通过。虽然灵根资质差了一些，只是个4灵根，但这信性绝对是上上之选。修仙之路凶险万分，都会生死侥幸心。换阵第1关的真正考验，本来就不是简单的英雄救美，而是必须发现美人的不妥之处，保持绝对的警惕。可惜，因为通过率实在太低，昂在放出才被放空感内警示了。9年前，敢问大师姐，那位完美通关的天才是谁啊？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们的大师姐苏灵溪。而且，当时的她年方10岁。快看，又有人完美通过第1关了，是那个陈峰，他也发现了美女有问题，直接动手了。还有赵天昊，他也做到了，毫不犹豫一刀了结了美女，表现简直无懈可击。林州和陈峰就算了，就算换阵会魔术记忆啊，但如果某人几个月前就把考题背得滚瓜烂熟，记忆屏蔽还有个屁用？该死！本来把考题泄露给天昊是想让他一鸣惊人，借此机会破例免除杂役，直接进入内门。没想到突然冒出另外2个心性极佳的妖孽，3人并列，天昊的光芒全被掩盖了。这换阵的套路，哥们儿算是摸得透透的了。这么显眼的包裹摆在路中间，生怕瞎子看不见是吧？又来送分题了。5、60枚下品灵石，落霞谷也太抠搜了吧！拿这点破烂就想考验我的人性？本道子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1000块极品灵石起步，掉在地上的下品灵石，我先硌脚都不惜得弯腰捡。算了，蚊子腿也是肉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这戏我接着演。哎呦，年轻人啊，你在这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个绸布包裹呀？老张，你是个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怎么一开口就知道我是个年轻人？小老儿都虽然眼瞎，年轻这耳朵，年轻的脚步声轻快有力，小老儿一听便知啊。行，我刚才确实准确说出里面是什么，我才能确认这东西是不是。包裹里面有55枚下品灵石，1枚不少。哦，那不好意思了，看来这包裹不是你的。你这年轻人怎么能不诚实呢？这荒山岭的除了我还有谁丢包裹？你赶紧交出来，老粗定有重谢。我刚刚亲自数过了，里面明明只有50枚下品灵石。老家伙，你莫不是还想反咬一口，讹诈我5枚灵石啊？对，就是50枚，老朽记错了。那另外5枚就当是给小友你的报酬了，快给我吧。老东西，你把我林州当什么人了？我行得端坐得正，顶天立地，难道还会贪图你几个破灵石不成？你自己打开摸摸看，里面到底有多少？年轻人，是你数错了，这正好是55块灵石，这下你没话说了吧？可以把它还给老朽了吧？看来确实是我数错了，不过嘛，我现在100%确定这包裹绝对不是你的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，老骗子！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骗人呢？这包裹明明就是我的。世间有种东西叫掌纹，每个人都独一无二。这包裹上原本就有一对新鲜的泥巴掌印，显然你的手掌年比那个掌印一大圈。为了拆穿你，我刚才特意在布上撒了细土。你刚超才血型，释然你还敢说报本的？哼，跟我斗，你这 NPC 的智商还得再充点值。那好，下次别再弄丢了。多谢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刚才四处寻找，那老匹夫问我丢了什么，我便随口答了里面有55枚灵石。没想到这老东西居然暗记在心，跑去冒充施主，简直太可恶了。我家少爷在附近的仙门修炼，迟迟不能突破，这可是我家老爷砸锅需要帮忙凑出来的救命钱啊！告辞。幻境第2关考验的是诚实。那老翁木匣体弱，测试者只要能抵御住灵石异火，便保诚实过关。有什么用？这林岩不最垃圾的4灵 K。大师姐，就人家心性上官评价呀。我就把包裹交出去了，所以只得了个上等评价，并非完美。大师姐那时才10岁嘛，要是现在测，肯定比这林州强。未必，这关最难的不是贪念，而是人在遇到弱者时会本能的产生轻视之心，理所当然的认为一个瞎眼老头不敢骗人，只要有一丝懈怠，就不可能拿到完美评价。100级台阶，爬山，看来这就是最后一关了。原来如此，
每上升一阶，身体承受的压力就会翻倍递增。要是走到第100台，那恐怖的压力，怕是连极品炼器材料都能给碾成粉末。以我目前的金丹大圆满修为，极限大概能走到70团。要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，顶多再上个3、4团。我特妈妈混进来只是为了当个扫地倒一箱的杂役，我干嘛要自己给自己上强度，拼个你死我活的？不行，得找个既能隐藏实力、轻松摸鱼，又能100%通关的法子。系统可没说不能卡 bug。怎么回事？这龙舟怎么走到第10阶就退下来了？难道这就到他的极限了？笑死我了！才练开不是挺能装的吗？怎么一到爬山就萎了？这小子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身体还挺虚啊！不对，你们看，他是在寻找这关卡的破绽。荒谬！这座寇道山乃是仙师祖亲自布下，传千年完美无缺，专门考验道心毅力。各位放心。幻境之中无法使用法器，无法凭空飞遁，即便他试图搭木梯挖地道，都不会有任何效果。只要是阵法之外的生灵，这第3关绝对没有任何脚一对翅膀上去。原来是仙师祖所设，这小子想找破绽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你这年轻人，你不是不愿将包裹交给老夫吗？你还回来做什么？老夫这里不欢迎你。老张，别生气嘛，我身上有不少极品灵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赚一笔快钱？赚一笔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前面有个小山坡，只要你受累，把我给背上去，这100块灵石就是你的了。你应该这样想，这座山总共才100个台阶，每上一层台阶，你就能赚1块灵石。这是在爬山吗？这简直是在捡钱啊！想想那100块亮闪闪的灵石，是不是又有劲儿了？一层1块灵石，还有这种操作？那老头连站都站不稳，半截身子都要入妥了。那小子居然有脸让人家背他上山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操，快上到50层了！这卡 bug 好像真有效果，太不要脸了，简直无耻至极！这算不算犯规啊？这幻阵内的所有角色皆为阵灵前辈的力量所化，乃是大阵核心。因此，寇道山上的重力禁制对老吴根本不起作用。林州这个混账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让阵内角色背着他上山，鱼目混珠，躲避压制。原本以为他是心性不错，没想到竟是个偷奸耍滑之徒。我取消他的资格。林长老此言差矣。灵犀以为智慧也是尸体的一种，这等洞察力依旧令人钦佩。况且这幻阵是我们落峡谷的，被人钻了漏洞，那是我们自己阵法存在缺陷，怎能反过来责怪测试者？根据规则，只要登上30阶以上便可通关。如今林眼已经即将登顶，远远超出标准，他当然有资格成为我落峡谷的弟子。小友，老夫已经把你背上来了，灵石在哪呀？老张辛苦了，您老还真是身体倍儿棒，老当益壮啊！晚辈佩服佩服。少100块灵石拿来。什么灵石？是你亲口说，背你上山就能得到100灵石，你想赖账不成？哦，原来你说的是那个呀！不好意思，我是骗你的。什么？小贼，你居然敢戏弄老夫！我这人向来正直憨厚，恩怨分明，最受不得被人欺骗。你刚才在第2关骗了我一回，我当然要在第3关骗你一次才算扯平，不然我事后越想越气，岂不是亏死了？小贼，老夫跟你拼了！小友放肆！本镇灵守镇3000余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无有先仪、行事无量之人。我那分身辛苦将你送上山巅，你竟连些许灵运都不予回馈。若不是规则约束不可伤试炼者，我定要将你逐出此界，速速离去，死后勿要再来。我都上到100层了，虽然惹毛了阵灵，但这应该算通关了吧？这位师兄，我刚才好像遇到幻阵的阵灵了，他老人家亲自出手把我送出来，是不是意味着我考核通过？大哥，祖宗，太岁跟我前面献出过真声了，您竟然能把他老人家气得亲自行送您出来，小弟甘拜下风，五体投地啊！我还以为每个出阵的人都有这待遇呢。这年头，光靠蛮力修仙怎么行？脑子是个好东西啊！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功法入门，奖励100逆袭积分，8粒上品聚气丹，300下品灵石，奖励已自动发放至系统空间内。就这破烂玩意儿聚气诀，这种简单浅显的炼气功法，老子随便扫一眼就能入门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这脑残系统根本不管现实，完完全全就是按照原主那个废柴的轨迹在发布任务。就算原主坟头草都2米长了，这流程我也得捏着鼻子走完。也就是说，我堂堂9霄仙宗道子，金丹大圆满的高手，真他妈要在落峡谷当个扫地倒一箱的杂役弟子了，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宿主初入落峡谷，实力弱小，无所依靠，想要逆袭为时尚早，当前必须努力修炼，提升自己。本系统将会是你走上强者之路的坚强后盾。新任务发布，炼气3层，任务奖励又是这种智障任务，老子现在的修为捏死炼气3层就跟捏死蚂蚁一样，这纯纯的送分题。
连答案都替我写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奖励呢？卡 bug 了？哥，原来任务目标里的第一句话不是废话，居然是前置条件！你这傻子系统，任务描述各种不着调，提要求的时候你倒是严谨的很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服了任务。为了降一降我这即将冲破天际的血压，我还是出去透透气吧。虽然屋子破了点儿，但这外面的空气倒是不错。怎么还有股香味儿？啊，大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爷了，初来乍到怕惊动谷中高手，没敢施展神识，居然连人走到跟前都没发现。这可是掌门之女，内门真传弟子之首，想在这儿混，绝对不能得罪她。林州，才1日没见，你居然就突破到炼气3层了。大师姐谬赞了，莫长老赐下的聚气诀颇为玄奥。昨日夜里我参研了一宿，终于侥幸突破。幸好刚做完任务，顺手把外路的修为调到了炼气3层。这下平民天才勤奋刻苦的人算是立住了。林州，我有一事想问你，不知你对幻阵中的那位镇灵前辈印象如何？镇灵？哦，那个镇灵见人就骂，脾气不怎么好，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唉，镇灵前辈隐居不出已有1000年之久，师祖座下后，你是这1000年来唯一一个能让他老人家亲自出面的人。哦，大师姐此言何意？原本幻生乾坤镇的镇灵与我派仙师祖兄弟相争，关系莫逆。可是不知为何，师祖先去之后，镇灵前辈就态度大变。如今可除了每隔3年派出一些分身考验入门弟子外，对谷中的其他事务毫不关心，连带着咱们落峡谷的宗门大阵也威力大减，日渐衰微。林州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请你把镇灵钱从阵法中枢中换出来，我想当面问问他老人家，究竟为何要如此对待落峡谷。啊！让我再去见一次那家伙去！你没看出来那个镇灵对我极其不满意吗？昨天他恨不得过去找他，确定不是在火上浇油，我嫌命长了吗？